G-Turtle 持续受到蓝色核心吞噬，泰坦监控帮忙抠出转移，烫手山芋传递接力，他的赛人也不例外。时间之力遭到剥夺，泰坦始终是死是活。Hey guys，PJ 嘛 ，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僵尸宇宙28集发布了，我们继续来看。希望大家在看的同时能多多发言，觉得不错的话点个小小的赞哟。在上集，随着音响人的新泰坦降临，硬汉 G-Turtle 和泰坦始终，纵使同样拥有强大核心的持有者 G-Turtle 也仅能在透支的力量下才能勉强抗衡他的赛刃，可见其强悍之处。而透支的结果显而易见 ，G-Turtle 受到的反噬，蓝色核心持续吸收 G-Turtle 的生命力，不采取措施，那么它将会下线。但如我们预测一样，发生了转折。随着核心的吸收之下 ，G-Turtle 的左臂首先消失，但 G-Turtle 并没有坐以待毙，尝试使用右手抠出蓝色核心。这颗核心不能自然弹出，可能因为需要吞噬生命力来获取充能，所以有着很强的附着性。纵使 G-Turtle 抠出的火花也没能拿出，但也可能是目前核心持续吸收它的能量，导致它的状态差到了极致，所以也无法将其轻易拿出。在 G-Turtle 做了这尝试性的举动后，他的右臂消失了，他现在十分的无助，用着仅有的力气向前艰难移动着。他的监控睡醒了，他帮助 G-Turtle 将蓝色的核心抠了出来，但蓝色核心没有因为脱离了 G-Turtle 而停止吞噬，他的监控也受到了影响，就像是换了个目标吞噬一样。可以看到他的监控的手臂好似烧灼了起来，我猜这是核心的需求过大，正在从他的监控身上疯狂吸收能量，而他的机械躯体因为承载能量过高导致红温。此时他的赛人站了起来，他打算攻击他的监控，他的监控趁势黑虎掏心，将蓝色核心硬塞给了他的赛人。顿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这颗核心接触到他的赛人的核心位置，电光火石之间也在吞噬他的力量。在此前我们已经得知了这个泰坦是在创世纪核心基础上打造，8成是这颗绿色核心。假设是的话，此时相当于绿色蓝色两颗核心加持在了一个泰坦身上，按理说它将会变得空前强大。纵使蓝色核心能量枯竭需要充能，我想绿色核心的能量也应该能帮助其达到均衡，但并没有。可以看到纵使是泰坦赛人也会被吞噬，那么是不是说明两颗核心间不能相互作用，或者说这样的核心一个泰坦只能装备一个？这很难猜测。他的赛人因为吞噬失去了左臂，他也和 G-Turtle 一样尝试用右手抠出。相较 G-Turtle 而言，可能上集他透支了过多力量，导致状态低下无法拿出，反观他的赛人状态就好很多。他的赛人成功拿了出来丢在地上，这简直就是个烫手山芋。此时两泰坦相当于各自有一只手臂无法使用，他的赛人是被吞噬的，他的监控是被烫的。不过泰坦监控的制作材料很好，手臂没有因为高温液化脱落。他的赛人一顿牌哐当扇飞了泰坦监控，让他再睡了一会儿。随后他看了看自己，想到地上还躺着个泰坦时钟，好家伙，三兄弟睡在一起了。他靠近了泰坦时钟，用右手牢牢牵住了泰坦时钟的反抗。他的赛人的右臂是可以变化出2只手的，而这另一只手做着匪夷所思的举动。只见他将另一只手伸向了泰坦时钟的胸前，然后猛地一抓，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团金黄色能量。但更匪夷所思的是，这股能量转化成了他的赛人自己的颜色，同时如泰坦时钟的回溯能力一模一样。他的手臂上出现了时间法针，恢复了自身的左臂。那么疑问就来了，这个能力是夺取呢，还是复制呢，还是重现呢？只能说都有可能。乍一看很像是夺取了泰坦时钟的核心，从而拥有了相应的泰坦时钟之力。不过这个不是绝对的，从外部隔空玻璃来看，也像是抽取了能量。再看这个绿圈出现再消失后，他的手臂上多了个计时器，而在回溯完毕恢复后，这个计时器就消失了。上述3种可能皆有，具体是不是一次性用品，就看后续还会不会再次使用了。再回到泰坦时钟，从剥离出这团能量后产生的爆炸来看，泰坦时钟很大概率下线了，但这点并不绝对。总之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坐等 2.0 的到来吧。此时泰坦监控背后开枪，中断了他的赛人观赏技能的压制。二者短暂过了2招后，好家伙，打归打，泰坦时钟被踩了。泰坦监控此时飞行背包马力全开，短暂预热后脱落飞了出去，将他的赛人同时击飞带到了远处。事后泰坦监控转头看向了泰坦时钟，看他的神情十分的悲痛。但这集还没有结束，一个音响人出现了，看这个位置，他失去的应该是蓝色核心。上集出现的 U 盘由于拍摄者之后退到了高处，在本集中也没有给到对应视角，要么还在原地，要么就可能也被他拿走了，这点不得而知。因为后面拍摄者追击音响人去了，拍摄者掏出揣子启动引爆设置，在靠近之时投掷了出去。滑板音响人
人坠落在了火车上。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过电车，那这里出现火车也算情理之中。注意看，在对面山后有一个巨物正在移动，看外观可能是碳的钻头。它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看着火车的行驶方向，难道下集的事情会与它有关？这个届时再看。派者也落在了火车之上，前方再次出现了2个音响人，他们似乎想要继续接力，亦或是阻止派者。但由于他们处于站立状态，在火车的高速移动下，风阻较大，很快就有一个飞了出去，而另一个也被导航牌刮了下去。为了抢回蓝色核心，他不得不继续往前爬行。此时右边有一道黑烟飞向前方，这样的黑烟很像瘟疫医生或神秘人斧子哥，但从后面出现的变异钻头来看，也不排除是他的可能。音响人砸穿了车厢天花板，进入车厢。派者见前方即将进入隧道，赶忙跟了上去，在即将撞上之时落了下去，暂时安全了。可正当他刚好要站起身来，熟悉的一幕来了，音响人又要一拳打晕派者。不过此时出现的僵尸声音打断了他手里的动作，转头看过去是变异钻头人，依然是战前先后。自此二人不得不先着手对抗即将到来的麻烦。根据规律来看，除了新增片外，派者似乎一直都是双塞监控，那么就表示下集的剧情应该还会在车厢之中，后续可能会出现刚刚疑似的泰坦钻头。当然这集之后又该是基版了，或许会给到先前的泰坦战场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eaceman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